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 Fast API 实战分享系列。在第一期里，我们讲解了如何初始化一个 Fast API 项目。这一期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 Docker 将项目容器化，帮你轻松实现项目的管理和部署，让项目变得更容易扩展和维护。这样，不论是在开发环境还是生产环境，项目都能保持一致的运行效果。关于 Docker，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这里就不再做介绍了。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快速回顾一下上一期的内容。在上一期中，我们首先创建了 requirement.txt 文件来声明我们的依赖，然后我们创建了 app 包。在 app 包中，我们通过慢文件来启动我们的 Fast API 应用，而这个 Fast API 应用，我们又是通过工厂模式来创建的。在创建应用的同时，我们又通过 lifespan 参数为我们的应用设置了生命周期函数。最后，我们又动态注册了开放的 API 接口。那么这里我们有一个接口是用来检测 API 的健康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接口是用来返回一些 POST 数据。OK， 到这里我们现在就可以在现有项目的基础上来看看如何进行容器化操作了。开始之前，我先把所有打开的文件都关掉。一般情况下，我会在项目目录下创建一个 Docker 目录，然后在这个 Docker 目录中来创建我们的 Dockerfile 文件，用来定义如何构建我们的镜像。这里我使用多步构建的方法来尽量优化最终生成的镜像。这里我会使用 Python 3.11 版本来作为构建器。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安装 requirement.txt 中声明的依赖。我们将工作目录设置为 usr src app， 然后复制 requirement.txt 文件。接着我们来执行 pipe 安装命令。现在就可以开始第二步构建了。这里使用一个精简版的 Python 镜像，来尽量减小最终生成镜像的大小。同样，我们把当前工作目录设置为 usr src app， 然后我们这里需要创建一个新用户，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为了避免一些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尽量不要使用 root 用户来启动 API。接着，我们从刚才的构建器中把安装完成的依赖全部拷贝过来，再顺便把 path 环境变量更新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项目代码全部拷贝进来。这里我们一定要记住，把项目的所有者改为我们刚才创建的用户 app，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用户更改为 app。最后我们就可以执行 Python 命令来启动我们的 Fast API 应用了。OK， 到这里我们的 Dockerfile 文件就基本上编写完成了。现在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来编排我们的容器。我们先把版本号设置为 3.9，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app 的服务，上下文我们设置为上一层目录，然后 Dockerfile 的路径是 Docker 文件夹下的 Dockerfile， 接着把容器的8080端口映射到本地的8080端口上，再来创建一个环境变量，应用的运行环境为本地。这里我们还可以为容器设置健康状态检查，通过之前开放的接口 Heartbeat Readiness 来查看我们的服务是否健康。测试间隔我们设置为20秒，然后重试设置为15次，响应超时为3秒。然后把上一层目录挂载到容器的 usr src app 目录中，这样就可以在本地修改代码后立即热加载。最后我们再把网络设置一下，方便以后多容器之间的通信。为了尽量缩减最终镜像的大小，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个 Docker Ignore 文件，这样就可以在构建镜像过程中把一些不需要的文件忽略掉。首先，我们先把 Python 的一些缓存文件和一些编译文件添加进来，然后我们还可以把一些关于 Docker 的文件也添加进来，还有关于 Git 的文件。接下来就是关于环境变量的文件，还有一些本地虚拟环境的文件，我们都可以写到这里面。最后还有 pipe582定义的 Python 包目录，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需要添加更多的文件或者目录进来，来优化最终镜像的大小。到这里，容器化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我们可以通过 Docker Compose 命令来启动我们的服务。但是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种更方便的方法，通过在项目目录下创建一个 Makefile 文件来构建镜像、启动服务和停止服务。首先创建一个变量来存储 Docker Compose 命令，然后我们再来创建一个 build 命令，这样可以通过执行 make build 来构建我们的镜像。接着再来创建一个 up 命令，通过 make up 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服务了。最后我们需要一个 make down 命令来停止我们的服务。这里还可以选择在服务停止时删除数据和镜像。OK，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Make up。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容器已经被创建了，我们的服务在8080端口已经运行起来了。我们先试着发一个请求看看。调用一下之前开放的健康检查接口。OK，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另外一个接口 Post。好的 ，Post 接口的响应我们也收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查询一下运行中容器的状态。可以看到 Project App 在8080端口运行。现在我们把服务关闭一下 ，Make down。我们再查询一下容器。好的，服务已经被关闭掉了。到这里，我们把整个流程总结一下。这一期视频分享了如何将 Fast API 项目容器化，用多阶段构建来优化 Docker 镜像，然后使用 Docker Compose 来编排服务，并通过 Makefile 简化日常操作。这些步骤不仅能让你的开发效率大大提升，还能确保你的项目在各种环境下都能保持一致的运行效果。希望通过这期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学习。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意见，欢迎留言交流。下期见。